你絕對想不到毛主席用的水晶棺有多難造。當時反動派正盯着遺體保護，想借此發難，一旦出錯，後果不堪設想。負責水晶棺制造的韓伯平不僅要在高壓下緊急趕制，還要攻克隔氧、降溫、控濕3重難題。就在他提心吊膽地完成任務後，又接到了一個更為艱巨的任務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傳來，舉國悲痛。中央當即決定，9月11日起，在人民大會堂組織群眾弔唁，讓全國人民瞻仰主席遺容。這意味着必須在2天之內造出一口能夠保護遺體，又能讓群眾看清遺容的棺材。當時的北京市紀委副主任韓伯平接到了這個任務，他第一個想到的，1924年孫中山先生病重時，蘇聯送來的水晶棺，這口水晶棺一直存放在北京香山碧雲寺。可是當韓伯平到碧雲寺打開棺蓋一看，心涼了半截。這口棺材由於年代久遠，加上保存條件有限，根本無法使用，只能制造新的水晶棺，但時間來不及，而且當時的工藝也不成熟，最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用有机玻璃來做。然而北京當時只有一家小廠能生產有機玻璃板，最長的板材只有 1.6 米，而棺材至少需要 2.2 米長的板。韓伯平連夜趕到這家工廠，向工人們傳達了中央的任務。工人聽說後立馬表態，保證完成任務。大家含着眼淚，邊試驗邊粘接，想辦法把短板拼成長板。10幾個小時後，一口有機玻璃棺終於制作完成，被緊急送往人民大會堂。但棺材只是第一步，要保護遺體，必須解決3個技術難題：隔氧、降溫、控濕。隔氧相对簡單，往棺內充入惰性氣體，把含氧量降到醫療組要求的標準即可。最難的是控溫。北京的9月氣溫還很高，再加上人體散發的熱量，讓室溫不斷攀升。儘管空調已經開到最大，但室溫仍然在15度以上，棺內溫度也有13度左右，遠遠達不到保護遺體所需的6到7度。韓伯平後來回憶說，那幾天他的心臟跳動是跟着溫度計走的，溫度一高，他就緊張的心跳加速，溫度降下來才能稍微鬆一口氣。毛主席去世後，反動派沒了制約，正在進行奪權活動，遺體保護正是他們找茬的借口之一。古牧同志當時說了一句話，如果遺體保護不好，我們就會成為千古罪人。好在技術人員想出了辦法，他們採用液體介质、气體介质、半導體制冷等多種方式綜合降溫，終於把棺內溫度穩定在7到8度，夜裡可以降到6度。弔唁活動順利完成後，中央緊接着又下達了一個更艱巨的任務，要造一口真正的水晶棺，永久保存主席遺體，讓人民世世代代都能瞻仰遺容。這口水晶棺要在1年內完成，難度之大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下集，看水晶棺要如何制作。